今天呢，我想谈一谈我在宜家卖场的2个重点感受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注重顾客体验的卖场布局，我感觉这个宜家的布置，还是很特别的。像你进来看到的这些东西啊，包括这里的所有的布置东西，它其实就是每一件家具拼起来的。但是它在进门的位置摆放了这些东西，就让你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家的感觉。你比如像看这里的沙发呀、灯啊，包括柜子里面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。如果是你走近看的话呢，你喜欢某样东西，你肯定会记在心里。然后这个东西的本身，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特别，但是在整个这样的布置的环境下呢，你会感觉非常的好。特别是在欧美的话，请一个设计师来设计家是一个很花钱的事情。那么宜家呢，它的这些样板设计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帮你想着怎么布置整个家。你看它这里堆放的这些书啊，然后这个整个相框的摆设啊，然后这些东西你其实都是可以借鉴的。然后呢，你肯定喜欢的话呢，你就会拿起比如说这个杯子，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货号，那么之后呢，你就会去找它，然后就会把它买回家了。关于孩子呢，宜家也是很精心的设计了很多东西。然后这是一间孩子的样板房，你可以看到是这旁边还有书，如果你走近拿起一本的话呢，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，3.99欧。这本书呢，居然是宜家出版的，所以宜家本身也不光是在做家具。然后这个厨房里头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些盘子啊、叉子都是摆放的很整齐，然后每个上面都会有宜家的标识。你在之后的卖的货品柜那里是都可以找到他们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每个顾客的感受呢，就会觉得是自己特别想去把家打造成温馨的样子，而不是宜家非要销售给你。你在整个逛宜家的过程中呢，也不会有促销员不停地跟着你，然后跟你介绍这个好或者是那个好。整个过程完全是由你在引导自己发现就是这个家具中的美。你看这个瓶子，如果是它摆在一个普通的地方呢，其实它很不起眼，但是放这里呢，你可能觉得它还蛮 OK 的，那么你有可能就会记下它了，然后你之后可能就会去买它。像这里的浴室啊，然后这里的设计啊，都特别的有意思。包括这个木盒子里头还有一个电钻，这个电钻后面也是可以买到的，所以一旦有你感兴趣的东西，可能你就会自己不由自主的过目不忘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它的这个专门卖家具的地方。你看这个地方就跟普通的那些家具商店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所有的这些货品都摆在这里，然后你只要看型号拿就可以了。你像这里摆的全部都是地毯，这里就没有很多的设计了。如果你见到的宜家一进来是这个样子，肯定会让你失去几分温馨，然后你可能也就是找你需要的东西。宜家也无法做到就是让它的产品进行增销。这里呢是它的大型货品区，你如果需要什么要到这里提。如果说进了一个家具厂，你进到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估计你的兴趣也不会有很多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，这里虽然摆放了很多大型的家具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居然还有小饼干。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是，家具不是唯一的主题。宜家不是光卖家具这一个主题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娃娃，然后孩子的好玩的玩具啊，全部都在这里。就像我之前说的书啊，宜家也有卖。然后这个地方就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娃娃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小猪，还有熊猫，都很可爱。而且呢，相对价格呢，
都还是蛮便宜的。像这样一个猪啊，一个熊猫，也就是7.99欧啊。这里还有一只蛇，哇塞，吓不吓人？它也售卖一些那种一次性的，像这样的这种餐具啊，然后还有杯子啊这些东西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，就是宜家卖的东西的这些产品上头，它并不是写的是，这个产品的使用名称，而是每一个产品几乎都会有自己特别的名称，它会给这些东西都会定一个名字，比如像这个上面它是O打头的一个。然后这里还有卖厨具的，你会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厨具的地方。然后这里还有卖很多五金的小东西，所以宜家给你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任何的东西。我们来看看这块地毯，上面有设计者的名字，还有价格，然后呢还有这个产品的名字，这一切都让你看起来设计师很有新意的。最后是收银这个地方，这里居然是一个小型超市，还有卖糖果的。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了，今天天气特别不好，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，谢谢啦。